殿下心意，阿檀心领。只不过此番远赴灵州，正事为重，实在不必因此等琐事耽搁了行程。王妃，行李该放哪辆马车？云爷，我还有话嘱咐你。福叔，舒某还有些事想请教一二，不知方便吗？方便，舒二公子请。王妃确定只留2辆马车，启程离京后再想添置，可就来不及了。殿下厚爱，阿檀收不起。柴贵，将行装精简后，统统归置到1辆马车上，再留1辆坐人即可。是。别担心，每隔几日我便会写信回来给你们报平安的。我定日日盼着你来信，你可不准食言。还有，阿檀，若是有张怀玉的消息，你一定要知会我。云姨娘，这一路王妃就只得你在身边了，你可千万要照顾好王妃啊！这云姑娘，当真是启之的姨娘？放心，我在，王妃就在。舒二有何高见？不敢，我只是从未听你提起过。舒某瞧着，王妃与他关系甚好，王妃也不介意。王妃不介意，本王觉得你倒是颇为介怀。我好了，都回吧，有你们盼着，我定早日归来。走吧。出发！明庭元死后，海鸥们一直盯着定北王府，却未发现他们有任何异动。明庭远之死许是我多虑，但定北王此去灵州，必会掀起风浪。他手段强硬，不按常理出牌。即便是速下已准备万全，也怕会难以应对。故相爷之意，是要定北王此行有去无回。大人放心，我已经派人沿路盯梢，待时机成熟，便可动手。定北王此行带着王妃，定不会毫无设防。暗杀之事，不可打草惊蛇。你且派人盯着，静候相爷之命，一切谋定而后动。云姨娘是何时入的王府2月前。那
云姨娘平日在王府都做些什么？保护王妃。这年头，姨娘这般不义。那云姨娘只护王妃，就不用照顾王爷？王爷自有追影照顾。所以云姨娘在王府，实则与追影一样，只需护王妃安全，再无其他。云姨娘是金云卫之人，那云姑娘在金云卫中排行第几？身手可属上乘。不必说，云姑娘的身手自然是不凡，舒某打心底里佩服。王妃说过，舒二公子乃上京城第一美男子，却没说你的问题也是上京城第一。驾！正值酷暑，酸梅汤可消暑解乏。好生冰爽。昌平坊的乳酪糕点，三流九流的果脯，都是王妃素日最爱。王妃，可还因着岳丈一案在责怪本王？殿下真心想知道？陷害名家、栽赃阿耶的，又不是殿下，我何缘要责怪于你？只是阿谭心中有些疑惑，始终不得解。这段时日，也未能等到殿下的解释。殿下既开口，那我便直说了。阿耶赈灾不利的消息传回京中，殿下为何第一时间便带了禁军查封了民府？陆某只是奉命办事。陆殿帅奉的是圣上之意，还是王爷之意？沈表哥接阿耶回京时，殿下为何让定北军将士私放阿耶？如此岂非反倒坐实了阿耶未遂潜逃，陷他于不义？你阿耶返京，是定北王主动请缨。你可知真正要害你阿耶之人，是你的夫婿定北王。殿下为何不说话？是不能说，不想说，还是不敢说？陆廷是自己人，待禁军查封，便是不想让奸人乘虚而入，再行栽赃嫁祸之事。只是没想到，他们将赃物设在了名家祖宅。那名将士收受贿赂，被人买通。我预知对方定会在途中有所行动，故而让沈玉提前防范。只是最后抓获的，却是我军中将士。我还有疑问：那日在狱中，殿下为何百般阻挠，不让我见阿耶最后一面？阿耶！我知道，案子已无转圜之机，我唯一所求，不过是想见到阿耶，送她最后一程。你睁开眼睛看看阿耶，阿耶，阿谭来迟了。殿下无暇安排，我也能理解。可那日我分明已在狱中，若非殿下阻挠，阿谭便能见到阿耶最后一面。
离开上京之后，可还有人尾随？有3人，爷放心，有安卫盯着，未曾惊动。停车！下马。江启之，是你要我说的，说了你又临阵脱逃，你这是想和解的态度吗？才出京城半日，你就这般待我，往后还谈何服气情分？下来。要去何处？去寻能治王妃心病的药。不去。今日由不得你。江启之，你放我下去！撤！尔等先行，与随主杀西碰头。啊，这撤！撤！撤！下马！有人跟着。撤！走！撤！撤！当真有人？走！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去里面去。这是何处？为何带我来此？水中贵族百岁山，邀您继续观看。我一生的宿命，替你脉搏声音，掌纹里流转蜿蜒，披红妆的心，灯火下的安宁，数着年轮盘踞，等青丝白鬓发，如你随行。年华里不曾想，回头望红绳绑，家门里的重量，手放在你手上，命运终结成了伤疤，贴着我心远彼岸。对岳长，眼下确实绝路，但并非是死路。背水一战，反戈一击，岳丈仍有生的可能，只是需要冒些险。今晚丑时前，阿玉的车队必须离京。启程，即刻启程！本世子要速去速回。所以那日狱中发生的一切，是殿下早就设计好的。是。那为何他不告知于我，就连事后也只字不提？胎儿，这可是欺君之罪，稍有差池，所有知情之人都将是死罪。王爷这么做，也是为你着想。
素相疑心甚重，即便是我死在他的面前，他也定会派人盯着王府的一举一动。事情未到最后一刻，本王定会极力设法。王妃无需担心，一切有我。是我误会夫君了。若再不带他前来与岳丈相见，只怕王妃这一路都要郁郁寡欢了。更堪忧的是，他或许要记恨本王一辈子。夫君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坐，汤马上就好了啊。阿谭知道，夫君这么做是为了我好。可你我是夫妻，夫君可以为了明家惩此重罪。那为何在夫君眼里，阿谭就不能与夫君一起同甘共苦，生死相随啊？为夫承诺过，要护你一生无虞。此事若是提前告知，你就会多一份危险。都怪阿谭伤心过度，竟未察觉到夫君的一片苦心。阿谭误会夫君了，夫君要怎么罚，阿谭都认。今日就罚夫人好好吃饭，不得遗食。夫君，阿谭已经许久没有好好吃饭了，人都清洁了不少。今日就罚你好好吃完这顿饭，若有遗食，另有重罚。就罚你每日每餐都多吃半碗饭。好嘞，汤来了，来吧，阿爷，尝尝阿爷的手艺，一定很好喝。哎，我来盛。好。小心烫。追风兄弟，有没有瞧见云姑娘？河边，河边。云姑娘，你这是？烤鱼啊！啊，马车上有干粮和糕点，倒也不必如此风餐露宿。坐过来吧。多谢云姑娘。云姑娘，既要履行护卫之职，又要以姨娘身份示人，平日里会不会很辛苦啊？什么值不值？没什么值不值的。身为暗卫，就是要办好主子交代的差事。不过王府守卫森严，平日王妃若不出门，也不怎么用得上我。哎，鱼尾巴糊了。哦，翻翻。罪过罪过。那王爷和王妃平日里待你好吗？王妃待我很好，
他做了好吃的都会分一半给我，还主动给我涨月例银子，让我出府买烧鸡吃。王妃她还会送我衣裳和首饰，不过那些衣裳我都穿不惯，也没有王妃穿着好看。你为何一直打听王妃之事？我公子与王爷是好友，又是饱读诗书之人，理应知晓朋友妻不可欺的。不是，云姑娘误会了，舒某并未有非分之想。若是误会，那自然是最好。打着王爷好友的名号觊觎王妃，你不配吃。云姑娘真的误会了，舒某绝对没有非分之想。你真的误会？哎，那是云姑娘给我烤的鱼啊！怎么，睡不着吗？这榻太硬了，硌得阿谭骨头疼。睡前未沐浴，头发也未洗，浑身都不舒服。阿谭认床，没有惯用的床褥，又是陌生之地，连样熟悉的物件都没有，根本难以入睡。谁说王妃未带床褥，身边就没有熟悉之物？你就当为夫是家中的软垫，榻上的薄枕，自能入睡。夫君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？你这一身腱子肉，也不比这榻好多少。好歹是个熟悉之物，王妃就将就着用。毕竟这一路也只能如此了。没想到，驰骋沙场的定北王伺候起人来，竟是驾轻就熟。行军打仗时，别说洗头，接连数月无法沐浴，也是常有之事。有时候一桶水，几个人合着用，再恶劣的环境，方法也总比困难多。那往后，夫君可不能跟阿谭同榻了。阿谭认床，若是没有熟悉之物，难以入睡。恐怕回京之前，王妃都离不了为夫了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，夫君竟这般巧舌如簧？为夫也没觉着，许是和阿谭相处久了，有所长进。
确是金云卫的记号。可到这儿就再无音讯了，张世子现下不知去向，也联系不上安卫。此处地属何州？阿玉不是在灵州失踪的吗？金云卫的消息绝不会出错。定是苏家明面上向朝廷诬陷阿玉，暗地里却痛下杀手，说阿玉在灵州失踪不过是谎言。若在灵州以外的地界下手，苏家便可置身事外。如此说来，阿玉定是已经查到了什么。既已离了灵州，定是往上京的方向去了。我们只要沿途搜寻，金云卫必会留下线索。不，阿玉绝不会在此处。若我是阿玉，死也要死在灵州，让苏家难逃干系。苏家若是抓人，必是生死不论。现如今他们未能寻到阿玉，只能说明阿玉不在此处。苏家也绝对不会想到，阿玉会潜回灵州。灵州？弩下桃剑灯下黑。现如今于阿玉而言，灵州才是最安全的。爷说的果然没错，舒二公子最好使的就是脑瓜子。如若确定张世子仍在灵州城内，那我等便依计先行与追影会合。他先去了灵州打探，定会有所发现。撤！撤！撤！云姑娘，云姑娘，云姑娘，云姑娘！玉，素日独行惯了，一时竟忘了还有舒二公子。上马吧。无妨无妨。云姑娘，舒某冒昧了。撤！此地偏僻，怎么会有马车？定是岳丈怕你骑马受累，去集市上雇来的。桃儿，贤婿。阿爷，我和夫君骑马去集市，再雇辆马车即可。您何必奔波这一趟啊？哎呀，去市集也要10数里路，有了马车不就能早舒坦些吗？以往，阿谭不明白阿叶的良苦用心，只能怪阿谭先前太不懂事了。不过阿叶放心，此去灵州，我定会彻查走私眼，还阿叶清白，为明家平安。谭儿，为父这辈子最大的骄傲，就是有你这么一个好女儿。岳丈独自在外，万事小心，切莫暴露了身份。放心吧，真希望你们能再多待一日。现下张世子生死不明，我们还需尽快赶至灵州查清此事。不过阿叶放心，我们定能很快重聚。会的，一定会的。贤婿啊，他儿子有娇生惯养，未出过远门。日后这一路，若他有什么过错，多多担待。岳丈放心，本王的王妃自然不会有错。若有错，那也是别人的错。对呀，还是贤婿想得通透啊！好了，好了，岳丈，
风光与上京大为不同，山林蓊郁幽静，风景如诗如画，看得阿谭心情极好。早知如此，何该带上夫君准备的10辆马车，再多备一些吃食饮品，还有休闲玩意儿。一会儿我们在何处歇脚？若是方便，还是得去采买些必备之物。路途再苦，也不能苦了阿谭跟夫君。夫君怎么不说话？想什么呢？为夫在想，待到了住处，头等大事就是要阿谭重立一份契约。这回为夫也有要求，也要一一写在契约之中。夫君有何要求？第一，无论今后发生何事，你我之间都需坦诚相待，不得有任何隐瞒。第二，夫人再如何动情，也不可不理人，视为夫为无物。第三，哪有这般立契约的呀？哎呀，阿谭知道错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饶了小女子这一回吧。再说了，不知者无罪。若不是夫君什么都瞒着阿谭，阿谭岂会误会夫君？归根究底，还是夫君之过。况且契约撕了就撕了，难不成夫君想跟阿谭一辈子契约联姻？如今夫君心悦于阿谭，阿谭也倾慕于夫君，那还要契约做什么？阿谭所言不无道理。多吃点儿，长肥点儿；长肥点儿，好吃点儿；长肥点儿，长肥点儿，好吃点儿。多吃点儿，多吃点儿。云姑娘，这已经2日了，追影兄弟能寻到此处吗？质疑金云卫就是质疑主子，你不信王爷？哎，云姑娘，舒某绝无此意，我只是有所担心，忍不住才有此一问。担心有何用啊？担心追影就能早点回来吗？是。姑娘，臣妾我已经喂过鸡食了，还不够肥，再多喂点。好。老人家，我能否买您1只鸡？行啊，这鸡养着本来就是为了换钱的，不过你们得自己动手。自己。哎，云姑娘，云姑娘，无妨无妨，我来。给。要这5车赴4有何用？还不是斗不过1只鸡。这不就是你们常说的手无缚鸡之力吗？云姑娘还真是手到擒来，看来这鸡也惯会见风转舵，因人而施。鸡哪懂什么人的道理？
不过是跟对敌差不多。大敌当前，气势很重要。若是在敌人面前输了气势，自然是赢不了。输人不输阵，云姑娘言之有理。那云姑娘的意思是，舒某的气势还不如这只鸡？对啊。还挺香啊！舒二公子连鸡都不会抓，怎会有烤鸡如此的手艺？舒某每每见云姑娘吃烧鸡，吃的那般有味，故起了兴致，特地向家中大厨所学。只是我也不知味道如何，还望能合云姑娘的口味。合，闻着就很合。可以吃了。还有个，这鸡是你买的，又是你做的，你自己也吃啊，不必好的全给了我。云姑娘，这烧鸡是舒某特地为你做的。舒某是说，鲜少有人能吃东西吃得这般香。仿佛世间的美食都不及你手中这只烧鸡。确实不及。舒二公子做的烧鸡，也能称得上是天下第二了。云姑娘，那你心中的天下第一的烧鸡，莫非是王爷所做？小时候没东西吃，饿了数日，就是王爷做的烧鸡，救了我一命。对了，我们为何来此啊？难不成你们府中大厨的秘方对地点还有所讲究？你跟我来。含蓄的心愿落进谁耳边，需转瞬的擦肩，写惦念。你是我长夜洒落的落叶，因为彼此眼里的坚决，心永远。年少花万千，凝成光点，交换依恋，岁岁年年，凝结心田，不是连绵，爱在心底眉间。年少花万千，你是光点，是否无言，几次流年，才长夜，如心田野。人生是离合变迁，陪你去看故事泪血。
我们到底去哪儿啊？快些，快些，要来不及了！不行，我跑不动了。快些，真的要来不及了！你说，不会是阿姨和阿宁搞了什么花头，要给我个惊喜吧？奴婢没听说。会不会是王妃离京前特地为你安排的？也不能啊。哎，小孩，你要是不说清楚去哪儿，我就不去了。那人说了你不去，帮你后悔终身。我连那人是谁我都不知道，万一遇上歹人，我才真的要抱憾终身。你有什么值得被歹人惦记的？走，别走啊！那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还跟小孩子似的闹脾气？我像小孩子，那你像什么？老阿公。走吧，马上就到了。哎，到了。小屁孩，你说的人呢？小女子好生特别，当儿嫩的比天大。嘿，你管天管地，管我做甚？一生的宿命，听你脉搏声音，掌纹里流转蜿蜒，披红妆的心，灯火下的安宁，数着年轮盘踞，等青丝带鬓发，如你随行。年华里不曾想，回头望红绳绑，家门里的重量手放在你手上，命运中结成了相伴，贴着我心远彼岸，归途从此有了世事的眺望。年华里我仍像会发光的脸庞，手心里的盼望紧扣在你的手上，填满我来时的奔波，用一生将爱临摹，穿过昼夜漫长，谁在我身旁？抬眸一刹那，还是你啊，别害怕我会随